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是拜登访问沙特取得了什么成果呢？恐怕是各说各话而已。拜登接受了对中东地区为期4天的高调访问，返回美国了。拜登此行会见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沙特和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还有埃及、约旦、伊拉克这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还主持召开了中东的4国集团 I2U2 首脑视频会议，是相当的忙碌呀。但是达到目的了吗？我们可以说他的目标大打折扣，各方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基本上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拜登这次访问的目标无非有3条：一是希望沙特和阿联酋能够立刻同意石油增产，以降低全球的能源价格，平抑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二是希望推动以色列与沙特这些海湾国家的和解，建立一个共享技术、装备和情报的区域防空网络，制衡伊朗；三是希望降低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加美国对抗中国的筹码。让拜登最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的后院先起火了。从他访问一开始，美国国内的媒体和共和党的政客就掀起了一阵批判的浪潮，指责拜登放弃了人权卫士的道德制高点，不再追究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谋杀的责任，向沙特王储萨勒曼低头，换取石油增产。拜登回应说，他并没有放弃美国的道德声誉而是面对沙特王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美国的观点。对此沙特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指出卡舒吉案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相关责任人将受到惩罚。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以及最近被杀害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记者西连阿布阿克勒这些案件，并没有展示出人权卫士的面貌。争争吵吵沙特对美国增产石油的要求基本上也就是敷衍了事了。拜登说他预计沙特将在未来的几周采取措施增加石油的供应，而沙特的王储说的是否增产得看市场的需求。沙特的外交大臣说的更直白，石油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政治武器。在推进区域和解、共同面对伊朗方面这一次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向正常化迈进了一步，两国签署了开放领空协议，沙特承诺延长对也门的停火，以色列和沙特同意从地兰岛撤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的维和部队，以结束长达数十年的争端。但是美国媒体事先设想的美国可以将海湾地区的防务外包给以色列，建立一个覆盖海湾地区的防空网的计划没有了下文。在共同对抗中国方面美国更是两手空空。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相继接受美媒的采访，面对美媒关于对华关系的刁钻的提问费萨尔表示他反对将中国视作敌人，世界繁荣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朱拜尔也表达了与费萨尔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媒记者强调与中国发生任何的冲突都会对世界造成破坏，中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沙特在历史上对美国一直是很配合的，为什么现在对美国说不了呢？直接起因是卡舒吉案发生以后，美国对沙特盛气凌人，根本原因是近些年来美国表露无遗的衰弱。全世界都看到了在阿拉斯加中国的外交首脑当着记者的面训斥美国的谈判代表，全世界都看到了从卡布尔机场仓皇撤退的美军飞机上掉落的如蝼蚁般的人体，全世界都看到了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最起劲的怂恿者美国却不敢亲自下场，只敢拉一堆盟友搞各种杀敌一千自损800的制裁。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拜登政府却无力解决，只能到处甩锅。全世界还都看到了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完全失败，中国对美出口额和贸易顺差是屡创新高。现在美国自己骑虎难下，正打算取消部分惩罚性的对华关税。所以拜登这一次的中东之旅达不到目的完全是正常的。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还整天想着拉帮结伙的搞对抗，除了对他那些3心2意的小弟有些影响力以外，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用行动对他说不。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